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财经快讯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塞面临连任的坎坷之路，持续的高通胀推迟了降息的时间表，在下次投票大约1年前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下一条资讯，新加坡电信预计2024年下半年亏损，应对其移动网络运营部门 Optus 即提了31亿新元的减值准备。让我们关注亚洲股市预计普遍上涨，科技公司备受瞩目。此前美国市场在通胀数据缓解了人们对美联储更加鹰派的担忧后上涨。接下来，澳大利亚赌场运营商 Star Entertainment 高层人员离职，包括刚上任数周的执行董事长 Foster。该公司的悉尼赌场运营正接受第2次调查，原因是监管机构对其修复措施进展不满意。接下来为您播报，受美国制裁担忧影响，中国大银行限制对俄罗斯交易的支付，中国小出口商寻求汇率经纪人等非正规渠道。一些企业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而其他企业转向加密货币等背景渠道。请看下面这条消息 ：Zoetis 出售旗下受用药添加剂产品组合和部分资产给 Phibro Animal Health， 价值3.5亿美元，包括部分水溶性产品和6家制造厂，还将有300多名员工转至 Phibro Animal Health。请看下面这条消息：美国通胀数据打压降息预期，美元走强抑制石油需求。布伦特原油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下跌。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发起一轮电动车降价，抢先同行，但现在面临关键考验，能否承受对利润的影响？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比亚迪财报，以了解其进一步的激进计划。让我们关注韩国晶链商 SK Innovation 预计第2季度炼油利润率将继续强劲，因需求旺盛。该公司第1季度营业利润为6250亿韩元。4.54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3750亿韩元。接下来这条消息，派拉蒙环球在与 Skydance 洽谈潜在的控制权变动，双方均做出让步。Skydance 提议以溢价收购派拉蒙股票，派拉蒙同意让无投票权股东参与决策。接下来为您播报，受美国调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和平协议以降低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油价下跌。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猜测中国可能大幅贬值人民币，以刺激经济。此举可能提振出口，并为央行降息创造空间，但反对者认为这会导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可能破坏全球货币市场稳定。接下来这条消息，对日元的对冲基金押注达到历史第2高位，表明经济基本面和投机交易都在推动日元对美元跌至34年低点。尽管日元今年暴跌11%至160，但日本当局仍未采取干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股市周一大幅上涨。因美联储本周将召开政策会议，美元突破了160日元关口，为30多年来首次。接下来这条消息，日元对美元跌至1990年以来的又一关口，引发外界质疑为何日本当局没有出手干预。市场猜测日元将跌向160，而日本央行上周表示将维持宽松政策。请看下面这条消息，中国计划本周发射嫦娥6号月球任务，执行从月球背面采集土壤样本的首次尝试。此次任务为未来的载人登陆及在月球南极建立基地铺平道路。让我们关注港股恒生指数有望进入技术性牛市，自1月22日低点以来上涨超过 20%， 外资流入推动本月股市大幅反弹。最后一条财经快讯，亚股受华尔街涨势提振上扬，但投资者关注本周美联储政策会议。日经指数因日本黄金周假期休市，日元对美元持续走低，引发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担忧。美股上周收涨，分析师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